AI 供应链有分成上、中、下游。上游是组成伺服器的晶片、关键零组件，像是辉达的 GPU、台积的晶圆代工、台达的电源供应器、形成的伺服器机壳。中游是伺服器的组装厂、品牌厂，像是技嘉是伺服器品牌厂，而广达、鸿海、英业达这些都是伺服器代工厂。而下游是以软体服务公司为主，大部分为外商，像是台智源的算力服务。从上游的半导体到 PCB、光通讯元件、连接器，再到交换器的组装制造，台湾的供应链其实全搭上这波的产业转型。而这些 AI 供应链的机会被哪些代工大厂拿下了呢？伟创跟辉达一样，是 AI 绘图卡或 DGX 系统主要供应商之一的伟创，从2017年已切入 AI 伺服器，大概有5到6年。除了 GPU 伺服器的设计制造外，也有 GPU 加速卡产品，另外有云端客户商 AI 伺服器订单。从去年开始，伟创旗下 GPU 伺服器、加速卡及高速交换屏等相关 AI 运算产品的营收贡献已达150亿，预计在2023年会有进一步成长。微影在最近跨入 AI 伺服器市场，旗下3大云端客户分别是微软、Meta 和亚马逊。根据摩根大通分析，微影目前高达50%业务都与 AI 有关。微影表示，今年首季由 AI 伺服器贡献，虽然在营收比重不到2成，但客户对 AI 伺服器投资积极。公司有多种 AI 晶片组及应用提供给客户搭配做选择。微影从去年开始有 AI 伺服器相关专案出货，目前手中新专案里有50%为 AI 伺服器，新订单从设计到量产，预计2023年底到2024年 Q1 才会逐步显现。辉达伺服器产品线也预计今年底至明年初开始出货100产品，所以今年第4季最后2个月至明年。广达旗下云达科技与辉达合作，研发出第一台运用 NVIDIA 架构搭配 NVIDIA Advanced Harbor Superchip 的超大规模 HPC AI 伺服器，第4季量产，有望挹注 AI 伺服器的出货持续增温。此外，云达去年 AI 伺服器占云达伺服器业务达50%，预期明年会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。至于 X 部分，虽然景气放缓，多间业者下修资本支出，但 X 持续推升需求，客户可能优先选择 GPU， 所以 XPU 仍有大幅成长机会。GPU 需求从下半年到明年很可能快速成长。技嘉从 HPC 伺服器跨向 AI 伺服器，搭配辉达 A100晶片的 AI 伺服器于首季底、第2季初出货，有机会推升伺服器业绩，全年出货会双位数成长。技嘉伺服器第1季营收比重 22%， 其中 AI 伺服器比重约 20%到30%， 接下来会慢慢拉升。此外，技嘉旗下技刚科技也与辉达密切合作，是同业中最快开发出能塞入10张 A100卡的4U 伺服器系统，或者是 2U 机柜容纳8张 AI 绘图卡的业者，展现技嘉在伺服器散热的设计功力。鸿海受惠于 X 应用与辉达 GPU 订单供不应求，作为 A100、A800、H100 系统代工的鸿海订单量也暴增。目前传出高毛利 A100 订单量，鸿海下半年有望从6成拉至9成 ，A800 则从4成会逐季降至1成。此外，鸿海云端伺服器业务订单量也变多。鸿海在 AI 伺服器的主要客户除了辉达，还有微软旗下 Google 及 Xp 龙头亚马逊。鸿海去年 AI 伺服器占伺服器业务营收约2成，预期今年占比再提升。董事长刘阳伟认为 AI 伺服器市场会比预期快，今年下半年可能有3位数成长。英业达主要接单微软、Google 的云端 AI 伺服器，目前在营收比重约 10%到15%，等到客户加速导入应用后，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AI 伺服器产品的出货渗透率。预估2023年 AI 伺服器出货占比接近 15%， 而 OpenAI 开发的 Chatbot 搭配的伺服器供应商为美商 ZT， 为英业达2019年投资，因此也成为 AI 浪潮的背后主力之一。以上是 AI 供应链的代工大厂，想知道更多，别忘了关注我们。股票投资是被动收入，期货波段是半被动收入，关注脉门，不要放过轻松钱。